七脉会武，我总觉得是有什么联系，可是不是那只兽人。少侠，不要着急。我听师弟曾经说过，那夜偷袭他的人，使用的仿佛是引动的天际玄雷。玄雷。 九天玄刹化为神雷，煌煌天威，一剑引之。是神界御雷真诀。贵派中还有谁会这招剑术？除了陆师姐，就是首座，或者掌门。糟了！ 我必须回去。少侠留步！听阿相回禀，贵派掌门铁了心要治你的罪，你这次回去只怕……若此人真在青云门中，一定身居高位，现在还藏在门中，魔教在侧，随时都可能偷袭我师父，我怎能坐视不理？少侠，听我一言，修书一封或派人过去，说明前因后果。 都是一样的。不行，此事因我而起，掌门因为此事已经心生芥蒂。况且，师父从小把我养到大，无论这一次的三派会审结果会是怎样，我都必须回去。前辈，告辞了。多谢张少侠。 师兄啊，水月师妹向来痛恨魔教，她嫉恶如仇，她绝对不会是魔教的奸细。那苍松就更加不可能了。苍松执掌戒律堂多年，虽然有失偏颇，但对弟子管教甚严。法理之下，未有人情。回想当年，只有你。师弟，这些个猜测，你是否和道玄提过呢？从未提起过。他执掌掌门之位已久，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我了，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严惩小凡。哼，看来啊，这人变老了，这性情啊，终归也是要变的。此次非同寻常。 只是我现在在青云门中，再无说话的机会。师弟，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提醒他，奸细就潜伏在青云门中，一定要万分小心。
等我一统正教魔教以后，一定会给你所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帮了你们这么多事，我并不是想要你们的什么回报。哦，那你想要什么？本尊实在是想不明白呀。这人世间最邪恶的，并不是什么魔教，也不是什么杀人的利器，而是那残忍而猜不透的人心。没错，我听说当初你本有机会可以隐姓埋名离开青云，回到炼血堂，但是你没有。我有时候就在想，可能你正是因为那个人，才愿意始终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总会是有些感情的。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你了。爹，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一枚棋子而已，恐怕他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那张小凡呢？你把他当棋子吗？唉，碧瑶啊，怎么我每次见你，你总是3句话不离那小子啊？我本来想带他走的，可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难道你还希望他回到青云，等着爹打过去不成？嗯？你们这一战是成是败，我不想管。我只希望小帆能够平安无事。那你就不希望爹也平安无事吗？我自然希望爹平安，所以我会听从爹的一切安排，承担起一个总坛弟子、鬼王宗少主的责任。但此战是爹先挑起来的，来日不知道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我们的，他们的。但愿日后爹不会后悔。爹这辈子除了没有照顾好你母亲之外，并无后悔之事。普之拜访青云时，在场的只有水月与苍松。不会是师父的，他待我如同己出，又教授我一身武艺，怎么可能是奸细？一定是我多心了。
当初为师收你进入我的门下，就是因为觉得你天赋异禀，根骨齐家。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你就毁在你的这股聪明劲儿上。这不是真的，师父，你告诉我，你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景云，你还太年轻。你还不知道这世上的邪恶有多少。师父，你已经是龙首峰的首座了，你还要投身魔教去做他们的奸细吗？这么多年里，你教会了我武功，教会了我做人，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何为真？何为假？有时候连为师自己都分不清了。来，你跟我过来。这是诛仙剑，不错，这就是上古奇剑——诛仙剑，青云的镇派之宝，遇神杀神，遇仙诛仙。我本来是炼血堂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弟子，炼血堂派我潜入青云，就是为了要窃取这一把曾经取走无数正魔两派弟子性命的天下第一邪剑。邪剑？这不是镇派之宝吗？你以为镇派之宝就应该是高高在上、正气凛然的圣物吗？哼，恰恰相反。诛仙剑现世的时候，他可曾在乎过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弟子的性命吗？当年的正魔大战之后，魔教从此衰败，炼血堂也开始一蹶不振。本来我可以留在青云门中，继续做我的首座。只要我借助青云门之手，除掉炼血堂这些余孽，那么天下就再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师父，迷途知返，尚可从头再来。你现在回首，还来得及。迷途知返，哪条路是迷途？哪条路能让我们回返？正魔大战之后，你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吗？我和道玄共同的师父天成子，他请出了诛仙剑，摆列了剑阵，他心性大变，内心充满了戾气。他竟然连自己门内的弟子都开始诛杀。
景宇，你毕竟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太过简单了。是我放出了7味蜈蚣咬的你。是你杀了我的家人，屠了我的村庄。我有什么理由要屠杀你的家人？曹庙村的生死存亡，与我有什么干系？如果我现在要说，动手杀人的不是我，景宇，自从曹庙村屠村以后，是师父收养了你。这些年来，我也不曾亏欠于你。我并不想杀你。如果你能……不，小凡告诉我，世间本无正魔，只有善恶。你已陷入执念之中，我不会投降于你。你，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在这儿给我好好想想。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必须做个决定。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他？张小凡既然已经下了决定，就自然会料到将来要面对的后果。碧瑶，你不要太担心了，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的。是啊，无论是小凡，还是我爹。那我爹呢？你爹正在和刚进河阳的万毒门的老怪物共同商议如何分别进攻青云吧。毒神也来了。
何止是他呀，还有长生堂的玉阳子也赶过来了，还有合欢派的金瓶儿。这次我们总舵的4大门派，总算是聚齐了。我知道，爹已经把鬼王宗的主要战力都调到了青云山附近。若这3位门主也来的话，那他们门下的高手也必定会跟来。那岂不是我们几大派的主要实力都集中到了这里？没错，多亏你爹运筹帷幄，极力促成，才让我总舵诸派100年来第一次不计前嫌，共商大计。这么说，那这一战终不可避免了。碧瑶，我们能否一雪100年前奇耻大辱，便在此一战？我们不可错失良机。圣殿一别，也是许久未见，老哥身体可好啊？上回余都失守，万都门损兵折将，我也险些被校尉们折了性命。怎么，令千金没有告诉老弟吗？啊，碧瑶少不更事，又未知是同派前辈亲临，得罪之处，还望老哥见谅，莫要与小孩子计较。令媛将我苦心圈养多年的药人一举歼灭，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是老喽，不中用了。老哥过谦了，谁不知你是德高望重，智谋过人？余都之事，想必也是一时疏忽大意而已。眼下4大派阀联手，还指望老哥能主持大局，一洗青云大败圣殿被辱之奇耻。不行不行，我已是风烛残年之躯了，又是重伤未愈，实在是有心无力。只是围攻青云，万都门自然不能落于人后，否则也对不起总舵的列祖列宗。至于主持大局的位置，老弟你雄才大略，在我看来，除了你以外，也没有别人有这个担当了。老哥过奖了，只是眼下形势非常，玉阳子未到，合欢派金瓶儿又是女流之辈，总得要有人统领布置。我不过是暂代盟主之职。放心，老弟尽管安排，我万都门听命就是。青云3派会审张小凡，必然会疏于防范。等玉阳子到了之后，我们趁着青云不备，攻他个措手不及。还是老弟心思缜密，多谋善断。无言呐，以后你可要好好的向鬼王宗主多多请教啊。是，师父。啊，老哥稍事休息，我到外面去看看弟子准备的如何，以策万全。好。这鬼狐狸的城府是越来越深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知道了，师父。无言，我命你去抢夺天书，你倒是好，竟然跟鬼王结起盟来了。师父，伤心花法宝认主，弟子实在难以打开，便想借结盟为由，令鬼王父女放下戒心，再伺机查出天书与鬼王宗虚实。弟子尽心尽力为师父办事，还望师父明察。若是你那几个不成器的师兄有你这份心计和资质，我万都门也不至于落于人后。你起来吧。师父，师兄们也都是在尽心尽力给师父办事。对了，师父，此次攻打青云，我们真的要听命于鬼王吗？青云3派是这么好对付的吗？这次
就让他主事一回。这个老家伙是越来越难对付了。数百年前，我们鬼王宗与万毒门殊死斗争之时，老怪物是最凶狠冲动的。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就算在100年前与青云那场大战消磨了他不少锐气，也是一样。他这不是消磨锐气，而是韬光养晦，坐等渔翁之利。既是如此，我们不如将这渔翁置于阵前。眼下的总坛，万毒门的实力仅次于我鬼王宗，就让他们去打头阵吧。宗主，青云3派会审，众目睽睽之下，那人真的能一击必中吗？这就要看道玄是怎么处置张小凡的了。100年了，转眼间又是100年呢。景宇，希望你我师徒不要真的走到一较高低、你死我活的境地。终于回来了。悬插万里的风沙，打破千年不变的神话。一场呼啸苍穹的浮沙，一面是血，一面渡劫，一步一步踏破执念和结。浮生滔滔，信念消失。
齐啊，掌门和各位前辈有话要问你。启浩，把他手里的法宝卸下，呈上来给掌门开验。师尊，上月刘伯山一事之后，本门应承各位同道，是非曲直，定要给出一个交代。今日我三派共同会审，亦是为了解决此事。在此，我青云绝不徇私。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先从张小凡入门说起。诸位，张小凡乃7年之前青云门山下草庙村的遗孤，跟林惊羽一同入门。现在二人都有与魔教勾结的嫌疑，而此时林惊羽正在后山祖师祠堂受罚。张小凡刚进门时，只是个资质平凡的少年。资质平凡，我看未必吧。张小凡，弟子在。先前所述，可有不实？未有不实。今日殿上坐着的这些前辈，都是我们正道中的高人，有天音阁的普空大师，讲一讲这法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魔教炼血堂黑心老人的法宝——噬血珠。果不其然，起初我就看这法宝有异，只是用尽了办法，都没有查出什么端倪。这噬血珠在你身上，难道你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吗？这珠子，你是从何而来？掌门师伯见谅，弟子不能说。老七，一念成执着，沧海变荒漠，轮回中，我像飞鸟。
记忆中停泊，点一盏烛火，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听雨声滴落，看花开几朵，谈昨日怎么